J-20大量装备意味着什么？敌强我弱成为历史了。大家好，我是罗富强，欢迎来到富强观察室。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解放军开始具备世界一流的空战优势。6月18日，中央电视台军事频道播出了解放军多个英雄部队装备歼-20战斗机的消息。这种世界上最先进的第5代战斗机自首次亮相以来，已经从一架测试机顺利地成为了成熟机型，也成为世界上第2种真正意义上的隐身制空战斗机。根据国内外多方面的研究和报告，歼-20的空中作战能力比美国的 F-22猛禽战斗机还要出色，这就让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在保卫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任务当中拥有了装备优势。我们空军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敌强我弱态势得到了彻底的改变。这里先插一句话，这就是拜登政府为何要把中国列为对美国构成威胁的第一国家，要试图组建新反华联盟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国对付中国感到实在是发力了。目前在中国周边的国家和地区当中，航空兵的主要装备依然是第3代战斗机，比如日本的主力制空战斗机是上世纪70年代从美国引进的 F-15， 韩国的主力战斗机是21世纪之后从美国引进的 F-15K 和一部分 F-16。台湾当局的航空兵主力是上世纪90年代引进的 F-16和幻影2000。印度的主力战机是从俄罗斯引进的苏30和从法国引进的阵风。越南的苏27规模太小，没有讨论的价值。在上述几个国家和地区当中，除了日本和韩国正在引进第4代战斗机 F-35之外，其他国家短期内都看不到采购更先进战斗机的能力。韩国虽然在自行研制所谓的第4代战斗机，但是刚刚推出样机，距离首飞还相当遥远，而且它是一种半吊子隐身机。强大的装备优势让解放军空军的战术选择就变得非常容易。如果大陆发起武力统一台湾的战争，隐身战机歼-20可以第一轮出动，发射制导炸弹或者是反辐射导弹，摧毁台湾空军的整个雷达网。这样，台湾空有数十万大军和导弹战车也只能沦为被动挨打的板上鱼肉。如果台湾空军盲目起飞战机，试图堵截歼-20，可以利用隐身能力和超视距空战的优势，像打靶一样把他们全都击落。这是美国空军在伊拉克已经实现过的战果。虽然印度空军对自己的阵风有非常高的评价，但是根据美国和法国实际举行的军事演习来看，阵风完全不是 F-22的对手。即使在进入近距离格斗的情况下，阵风也完全没法抓住 F-22。4代机的超机动能力是3代机所不能比拟的，也就是说，阵风和歼-20哪怕用机炮对射，也是歼-20取得压倒性的胜利。歼-20的作用并不仅仅是空中格斗击落地方的战斗机，除了空战以外，还具备对地目标实施攻击的能力。此外，还扮演远程刺客的角色。现在空战需要大量的支援保障飞机，包括预警机、电子干扰机、空中加油机，还有运载着大量伞兵或者是高价装备的运输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珍贵的高价值飞机会得到本方航空兵的严密保护，不会接近真正的交火区域。但是歼-20可以扮演隐身远程刺客的角色，可以在空中长途奔袭，利用先进的电子侦察设备发现这些高价值飞机，然后向他们快速接近，对方完全不知道危机已经临近。进入歼-20的导弹射程之后，歼-20可以从容发射霹雳15之类的远程空导弹。当对方发现导弹已经临近的时候，完全不可能逃跑了。像预警机或者加油机这样的目标被摧毁，不仅仅会严重削弱对方的航空兵战斗力，更重要的是严重打击了作战体系的完整性。美国的 F-35虽然也是一种隐身机，但它实际上更接近于一种隐身的对地攻击机，空战性能并不是它
设计的重点。面对歼20，如果进行空中格斗， F-35不是对手。军事上有句话叫做技术决定战术，歼20的出现完全改变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中作战的态势优劣与战法，让指挥官有非常大的自由度，可以从容选择战术，可以用装备优势来增强战术优势，在各种类型的空中作战当中立于不败之地。好，本期话题就到这里，下次再见。